Hello， 大家好。这一期的话，我们来看阿狸最后哥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。阿狸的话啊，肯定是第一件出卢丁。卢丁的话，主要是清线，还有团战的爆发能力是比较强的。特别是阿狸，它可以利用高位移的高移速的过程中呢，去打第二套，然后触发第二次的卢登。阿狸的出装的话就没有太多的变化，还是原先的那套符文。但我们这里的话来看一下，这局可能打得比较久，你可以看到视频的长短就可以判断这局玩的是逆风局还是顺风局。在阿狸5级前的话是没有太多的那个游走能力，更多的是需要去做一个线上对线，利用3个普通技能去打一个消耗，然后做个线杀。阿狸的主要伤害就是来自于他的 Q 技能，就是回来刮的时候，就是 Q 出去2段 Q 回来的时候，第2段伤害的时候，就是怎么说呢？他的伤害是真伤。还有就是阿狸前期对线唯一倚仗的一个技能就是他的被动，他的被动是技能命中3个技能以后就能进行一个回血。你可以看到下面的那个状态条，这里面就已经叠到2层了。还有就是那个他带的符文里面有个强化普攻。强化攻击，这个使用完技能命中那个是每8秒的时候，可以对对方进行一次强化碰攻。这个装备就很适合一些前期英雄，手比较长但没有太多消耗，就是前期伤害比较低的情况下，带这根符文会更好。像运气好的情况下就是这样子，EWQ 全部命中。像 W 释放以后是有一个稍微的移动，就是那个移动加速。像拉开距离或者说追击敌人的时候，释放 W 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这里的话，队友在附近直接闪现，E 控制住对方，拖住，然后让寡妇过来收掉人头。因为刚刚没有大招嘛，只能交闪现。如果有大招的话，就把闪现会省下来。这里的话眩晕住，但是对方直接交闪了。对面的进过来，差一下。紧张的气氛就这么愉快的结束了。往旁边绕的话，就是为了卡视野。
然后再拉出来。如果说你直线跑的话，他有视野就可以 A 出那一下。像阿离的大招的话，往敌人方向释放的时候，如果附近有敌人的话，是会给附近的敌人造成伤害的。所以逃跑用的话就没办法了，因为附近没有敌人。还有就是被动的话，是击杀对方英雄的话，参与击杀的话，也是有那种凯旋的那个回血效果。这里往上路赶，3个人出了大问题。这里的话，直接开 W 大招进场，但这里接 E 嘲讽住了，上了引燃，不用理他。真男人从不回头。这里有个维古斯。这里再杀死一个，但这里吃到了他的 Q， 可惜极限操作了。其实这里的话可以往回拉扯一下，并不需要把大招的那个伤害打的，或者等 E 技能，E 技能其实也快好了，或者等其他技能，而且还有闪现的，其实可以接着操作的，就是有点着急了。但这样的话，就是把自己的赏金人头送给了对面的中单，小亏吧。这里嘲讽住对面打野，魅惑不叫嘲讽。像阿离有了那个卢登以后的那个清兵能力是特别快的，一个 Q 基本上一波兵就可以清掉。哦，这里的话一技能没有命中，命中的话可以尝试杀掉对方。像这种情况下，因为有大招，而且可以很快的去支援队友，但这里技能命中的太多了，不能再吃伤害了，再吃一点伤害碰一下就可能挂掉了。这个塔的话不好守，必须得回家，小心对方直接往那个草丛放眼，放技能，这样有可能避不过来。这里的话，虽然说自己有优势，但总体来说优势并不是特别大。对方狗熊很凶，知道预判对那个位置。哦，这里吃到的竟然不是对方的拉克斯，这里可以大招上去，E命中接 Q。打一套，但大招杀出来，对面的镜伤害很高，威古斯的伤害也灌过来，完全逃不掉。
主要是吃了威古斯的大招，威古斯这英雄被吃到大招以后，一整套技能下来还是蛮痛的。对面阵容是比较好的，因为全是硬控。像这种情况下，那个奥恩的话，羊头的话，他的技能应该留到后手打反手团，不能直接开团。所以啊，看到没有，前期的优势阵容上面啊，就给他带来了一些困扰，你必须得拖到大后期了。这里的话点了个引燃，对方疾风之力很极限，对方也是很极限，差点就吃到果子了。如果给他吃了3个果子，点燃的话就烧不死了。对方在那里打小龙，必须得让奥恩上。这里的话可以看到阿离，为什么有人问为什么阿离不做第一件做那个无限法球？因为无限法球的话就不能打出这种爆发效果，有时候阿离必须得成为一个开团破点的一个点位。虽然说阿离是个比较脆的一个法师哈，但他有一个高机动，所以他的上限取决于他能不能利用这个上位移去破掉对方。这里的话，对方直接越塔，这样呢不好打了，大招也没有的。这里清到对面的 ADC， 可惜应该是清对方的那个打野的，因为打野在前面的话，可以在塔里面多被塔打2下。像这里面可以看到羊头跟那个卡莎的一个配合，超远程的一个强控制以后是能帮卡莎挂上那个被动，卡莎的话就可以尝试直接飞到后排去切掉对方射手，但这种情况下就是发育得好，如果发育很差的话，飞过去并不能换掉对方，或者说直接进行这个后排收割。这里的话不好打哦，对方直接过来找阿离。这里的话算是来到了一个小劣势吧，因为阵容确实不太好。这里的话必须得羊头去扛，但后排招不住2个大汉的啊，狂轰乱炸。这羊头好像玩的还很一般，虽然说很会扛伤害，但拉扯的并不是很好，这种扛伤完全这里的话是说队友明明要大龙了，对方还就是队友还压那么深，那这样的话对方拿龙可能人头上差距不大，但经济上是确实差距很大了。对面的外塔一座都没掉，这样的话回家。
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上的。看看能不能蹲到点，有没有脆皮来到这边。这里的话直接上 E 技能清到了对方的一个脆皮，但威古斯直接闪现上来放 W 啊，接 Q。威古斯的伤害还是蛮高的，还好这里面塔的话还有一座跟那个护盾。哦，这里的话羊头把对面的威古斯控下来，卡莎直接飞上去把人头收掉。像这里面可以看到绝后哥也在那吐槽嘛，他说今天比较背，这种是宗师局了，已经算是比较高了，现阶段。这里上来大招想清死对方，秒掉，再用这一层大招穿墙，但这边还等着一个，有个射手等着他。因为这时候必须得去换人头，没什么经济可以吃，所以尝试直接跟对面换人头，既限制对面发育，也自己这边反正吃不到经济的情况下，那换人头是最赚的。就劣势方跟优势方换人头是最赚的，因为死掉以后互相的经济发育是同等的嘛。但是对面的是射手，所以比较小，还行，没有好到哪里去。哎，这里的话 ，Q 加 W 和大招打到了对面的两个脆皮，直接通过那个法爆球收割掉了。这里面为什么后面选择做法爆球呢？因为法爆球它就是增强一个收割能力，它对最满血的那些英雄来说伤害提升并不高，不如卢登会更好，更有优势。这里的话吃到太多了，但这里有那个米利欧的大招回了一口，但也无极回天，对面打野过来了。羊头的话终究还是来得太迟了，早点过来会舒服很多。这羊头一直在赶别人，不让他们往大龙这边靠，那这样的话这大龙稳稳的拿下了。这里的话可以选择做中亚去规避伤害了，因为对方好像给技能给得很准，而且对面打野很针对这个阿离。哇，这个威古斯玩的也不赖，虽然说线上对线没有玩过那个阿离，但是他在打团的时候很敢操作，什么闪现 W 都敢各种来。对面的双 C 都没有闪现的，这里大招直接把对面的拉克斯给冲掉。大招 CD 中，这里的话远古龙很关键，对面是掉点的，就这里面就可以出现一个高机动性的阿离，然后等他下一波团战的时候，他也是有大招的。就阿离后期的大招的话，就30秒嘛，不算短，但并不长。而且阿离真正的关键伤害还是靠 E 技能和 Q 技能去打那一套输出。这里站在上面给对方的射手造成一个压力，闪现下来直接给 W， 因为 W 是直接锁敌的。这里再嘲讽住
对方清住，魅惑住对方打野，收掉。这里可以看到，就是很多关键的时候，有这个绝活哥去打断，让对面掉点。就如果你的阿离，大家的阿离能完成这样的话，基本上就可以在排位里面上分。就阿离不一定需要在团战的时候让别人掉点，可以尝试，比如说1打2或者1打3的时候，但这里面就要得你的手法玩得好。阿离的话就得敢操作，利用大招去躲掉对方技能以后，去拼操作。这里上来有大招再拉回来，这里还有2段大招的，只要参与击杀的话，阿离的大招就会叠加一层。这里 E 技能命中对面的射手，直接 Q 连接上那个电刑，直接秒掉。像就到后中3件套以后的阿离的话，有了大帽以后的阿离哈，E 中，然后一个 Q 接一个 W， 平 A 都可以 A， 不用 A 出去都能秒掉对方。对方人马一直想要搞死这个阿离，但这里的话被烫死了，应该是被红 buff 烫死了。对方的话没有选择走这边，这样的话直接大招过来。对面没有视野，有视野的话肯定会选择去骚扰他的，所以直接选择大招过来清过来。像最后一件的话，可以尝试做那个王冕，给自己一个更稳重一点的一个选择，不会被秒掉。因为现在伤害的话，其实完全够了，并不需要太多的那个伤害来打出来了。这里金身规避伤害，大招过来，再大招，再拉出来。找机会，最后一段大招的话给到对面清，对面控制 E 技能交上，接 Q 接 W， 那这样的话这局就比较有惊无险的给拿下了。好，这期的话到这里啦，欢迎大家的收看。